我们中国的公民在中非遇害遭到了不幸，这背后呀很可能就和美国有关系，而且美国现在在嫁祸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，说的是他们杀害了中国公民。那就在我们中国国家领导人去访问俄罗斯之际啊，美国这一招是想离间中俄。欢迎来到张斌观察，我是张斌。最近这个不幸的消息，大家也都知道了。这里边呢有很多比较复杂的原因啊。咱们首先说说吧，中非这个国家，这个国家要概括起来吧，它是人少很穷啊，资源非常丰富，但是常年动荡。就说这个资源这一块，它真的很丰富。你看它有这个钻石，还有金属铀和原料啊，然后金矿、铁矿，还有像镍矿、锰矿这些矿石，这方面它非常的丰富。而且呢，我们跟他们的关系自从2016年以来相当的不错。但这地方呢是常年动荡的一个地方。首先一个呢，这国家不大，500多万人口，它是一个纯粹的内陆国，夹在这几个国家之间。而且呢，它也是一个当年殖民遗留下来的一个大问题就在里边。它这个国家的里边的国民这个宗教啊，它比较对立，一半是穆斯林，是信仰伊斯兰教的，另一半是信仰这个基督教的，而且基督教里面它又包含着天主教和这个新教，这就导致了它里边的族群和宗教信仰啊，这根本没法调和的矛盾，所以这地方就常年去动荡。而且呢，就最近发生的一段动荡呢，就是2016年的时候，现在这个总统啊，图瓦德拉，他上台了。他上台了之后，和我们中国进行了全面的合作。你比如说，我们在那边有很多的这个矿业的公司啊，同时呢，我们也为中非啊提供了像基建呐、像这个光伏发电呐、还有什么种蔬菜，还有粮食，还有基础教育什么的，我们投了不少，这关系都非常的不错。这一次的这个惨案呢，现在基本上看来呢，就是这个中非里边的这些叛军他们搞的。在中非这边呢，有一个那个所谓的爱国者变革联盟，有这么一个组织，它就是叛军。其实这里边还是宗教对立。现在执政这个图瓦德拉呀，他是这个穆斯林，他代表的是伊斯兰教这一块的。而这个爱国者变革联盟这一块，他的领导人是谁呢？他是这个博奇泽啊，博奇泽呀。是以前就上一次中非那边的总统2016年下台了嘛，他这边代表的是基督教和这个新教这方面的这个势力，你看看，所以这种事情相当的复杂，根本就理不清。这事情一发生之后呢，这个西方媒体其实最早是从美国媒体过来的，然后西方媒体就把这事炒出来，说这一次这个事件呢是这个瓦格纳他们射杀了中国公民。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。别说瓦格纳雇佣军在这地方还真参与这个事儿，但是瓦格纳雇佣军是和政府军和现在的政府军他们本身是一派的。中国现在正好是跟中非的政府啊关系非常的好哈，可是现在这件事呢已经基本上证实是那边的叛军干的，所以这根本就不沾这个边儿。但这事情啊，我们要再往后追一追啊，你就会看到这里边的其中的一些脉络在里边了。咱们就说他这个前总统博奇泽，他其实呢是法国那边培养的，他一直在法国留过学，他是这个一直通过法国的支持和西方的支持呢，进入到中非的这个政坛里边去。在这期间呢，更多的是寻求了美国对他的支持。他下台之后，他基本上就靠到了这个爱国者变革联盟的这个组织上去啊。那么在这个期间呢，由于他们是基督教，而且是偏向于基督教的新教这一块，这恰恰和美国的宗教这一块是相同的。他们在宗教这个层面上就有很深的联系，从而扩展到了一些带有政治性极强的一些联系。美国呢，通过这个所谓民间的办法，对他们进行了很多的资助啊，甚至呢还派出了一些军事顾问，当然也是用民间的方式来说了哈。但你说这里边是不是真有美国政府的关系，或者说美国政府的某些默许呢？这个咱不好说。但是事实上它存在和美国之间的这些关系，美国对他们进行了资助，进行了一些训练，进行了一些指导，甚至还有人说美国还通过他们在非洲的一些关系呢，走私了一些武器，给这些爱国者变革联盟啊。总之这里边的关系就不是那么简单，这背后啊是有美国的影子的。通过这件事呢，我们可以看出，我们想要进一步的发展啊，我们面临的环境其实非常的复杂和严峻，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如何保证我们在海外的资产以及我们公民在海外的安全。